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傻皮。如果要做一个最美神小宝的排名，美拉斯则一定会在其中。他们气质高雅，无数人都想要收服一只，比如说武藏。然而美拉斯的数量却是极少的，它们生活在湖底深处，很少会被人发现。然而如果你真的想要一只美拉斯的话，其实从丑陋鱼的时候开始培养就 OK 了。虽然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寒碜，但是用心培养后，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的废话，现在进入正题，盘点那些拥有美拉斯的训练家吧。首先第一位，罗伯的美拉斯。罗伯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协调训练家，在小的第一次参加华莱大赛时，他就登场了。当时他以一只美拉斯非常顺利的就通过了第一回合的审查。到了第二回合，罗伯则对上了小顺，他让美拉斯使用龙卷风打散了毒蔷薇的魔法液，然后不久后就获得了缎带。在华丽大型庆典上，罗伯也再次登场了，依旧是凭借着美拉斯的精彩表现，他以全场第一的成绩晋级正式比赛。之后在决赛时，他又碰上了小顺，这次小顺依然是被完虐，在他的美拉斯和涅利托的攻势下，完全没有丝毫的招架余地。罗伯最后也顺理成章的获得了华丽大赛的总冠军。身为冠军，罗伯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值得让人称赞。当时小智陪雪童子特训了很久，雪童子依旧无法顺利的使出极动光线，而罗伯直接一句话就让雪童子直接顿悟了。更让人敬佩的是，罗伯在成了冠军后还在不断的给自己特训，这份努力让小顺都感到压力山大啊。第二位，亚当的美拉斯。亚当是琉璃市的道馆馆主，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协调训练家，在琉璃市有着很高的人气，尤其是在女生中。亚当的主力神奇宝贝就是美拉斯了。据他自己所说，他的美拉斯从他还是协调训练家的时候就跟着他了，因此等级非常的高。美拉斯先是一招龙卷风直接干掉了大王焰，随后在与皮卡丘的对决中不断用自我再生恢复体力，因此一度让小智很抓狂。最后皮卡丘就来一个神操作，只见皮神小手真的很小，就把162千克的美拉斯拖进了水里面，然后在水中使出了打雷，就一口气干掉了他。我只想说厉害，原来皮神也是隐藏的大力士啊。第三位，小鸡的美拉斯。小鸡是对战开拓器的开拓之脑，他从不让自己的神奇宝贝学会防御招式，因此小鸡一开始在与他的对战中还吃了一惊。他的美拉斯上场后直接先是秒了小智的盾甲，所有正面承受了皮卡丘几发电击都没有倒下。最后小智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就让皮卡丘全身包裹着10万伏特闯进了他的龙卷风里，然后旋转着使出伏特攻击才打败了他。小鸡这个人呢，貌似非常喜欢眯眯眼，在这集的末尾可以看到他家的神奇宝贝全是眯眯眼，所以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喜欢小刚了。第四位，明可丽的美拉斯。明可丽大家应该都知道的，他是丰原地区的冠军，现在呢一直在世界各地推广由自己举办的特殊华丽大赛明可丽杯。在这场华丽大赛上获得的缎带，在世界各地都可以通用。在神奇宝贝 DP， 他第一次登场时正在和自己的美拉斯做秘密特训，而这恰好被小智一伙碰见了。随后他和他的美拉斯还特地表演了一番，这让小智一伙叹为观止。最后一位，露莎米奈的美拉斯。露莎米奈虽然是莉莉安的母亲，但是莉莉安刚开始的时候却对她很不耐烦，直到露莎米奈为了保护自己被抓到究极之洞时，莉莉安才慢慢的接受了她。在神奇宝贝日月第54集中，被控制的露莎米奈派出了自己的美拉斯战斗，只不过她的美拉斯就是个打酱油的，没几下子就被马尔类的托格德马尔和充电宝击败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拥有美拉斯的5位训练家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觉得他们个个都不简单呢？最差的就是道馆训练家呢。不过美拉斯这种神奇宝贝确实应该要配上优秀的训练家才行，要不然真的怪可惜的。好了，我是傻皮，咱们下期见。